华为的新款3D 碟 Mate X-T-S 我已经用了1周的时间了，我发现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折叠屏手机。在鸿蒙5以及全新配件的加持下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全新的跨形态的新物种。它既是一台手机，是一台大折叠，又是一台平板，同时还是一台电脑。这种体验只有华为3折叠。首先，这是你第一次能在一台手机上面用到原生的 PC 级的应用。华为呢，把鸿蒙 PC 上面的许多 PC 版本的应用直接搬到了鸿蒙5的手机上面。你可以在这台 Mate X-T-S 上面使用 PC 版的 WPS、PC 版的思维导图，还有专业的金融软件。而且这个 PC 版应用呢，并不是之前那种 PC 级的应用。以前这种 PC 级的软件用的是类似于虚拟机的机制，它是虚拟了一个 PC 环境，然后在里面运行 PC 版本的应用。这种应用呢，它并不是原生的。但是现在这些应用是基于汉密 OS 5开发的，是原生的鸿蒙 PC 软件。比如说这个 WPS， 它的体验呢和鸿蒙 PC 上的体验是一样的。在手机上面，如果你想编辑一个文档，需要频繁的去展开下面的菜单栏去操作，非常不方便。而 PC 版本的整体的布局功能非常完善。我们对比一下 PC 上面的 WPS， 你看主页面左右两边的布局几乎是一样的。点击文件来进行编辑的时候，所有的按钮跟 PC 上面也都是一样的。鼠标右键也可以弹出菜单，随便选中一段文件，它也会弹出快捷操作窗口。这个编辑效率呢，相比于之前手机版本就要高很多。你还可以直接从鸿蒙5的相册里面拖照片拖到 WPS 里面。而且不只是相册，第三方的 app 也都可以。比如说小红书里面的一张照片，直接长按然后拖到 WPS， 这种全局拖的能力呢，也就只有鸿蒙5这种统一的应用生态才能够体验。除了 WPS， 目前上线的 PC 应用呢，还有2个脑图，意图脑图和万星图示。这2个应用打开之后，你看是否和电脑端的布局是一样的？另外呢，还有这个万德金融、东方财富这些更加专业的金融软件呢，也都有 PC 版本。未来像剪映、中望 CAD 这些更多的 PC 软件也都有能力上3折叠。随着鸿蒙 PC 的生态呢越来越完善未来整个鸿蒙5的生态都会受益。除了这些 PC 应用之外呢，自由多窗的功能现在也来到了 Mate X-T-S 上面。连上键鼠之后你真的可以像电脑一样来控制这块大屏。你可以对窗口进行缩放、全屏。随意拖拽位置，随意堆叠。同时，飞书跟 WPS 呢还支持单应用多窗口的功能。比如说你在 WPS 里面打开好几份文件的时候，你可以把其中一个文件长按，然后拖出来，这样就可以一左一右分屏查看，边看资料边写稿子。而在飞书里面打视频会议的时候，你看它是以独立窗口的形式弹出来的。这时候呢，你就可以边打视频会议边查看飞书文档了。而且当你把鼠标放在任务栏的飞书图标上面，你可以看到你这时候打开的所有窗口，点击哪个就能够直接切换，这个体验就非常 PC。那除了这些软件体验的升级之外呢，这次随着华为的全新3折叠呢，还推出了一些新的配件，比如说这个折叠键盘，就是完善了这个 Mate X-T-S PC 体验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输入和控制。全新的键盘呢进行了重新设计，所有的键帽都变成这种紧密排列，同时整个键帽的面积变得更大了，敲起来呢更加的方便了。右侧之前那个小触控板取消掉了，它现在整个右半边的键盘都可以用作触控板来使用。你可以在右半边的键帽上面滑动移动光标，轻触可以点击，双击然后手指摁住不动，还可以拖拽。因为这个键盘中间的缝隙非常小所以手指在上面滑动的时候是不会卡住你的手的。它也支持多点触控，比如说3指上滑返回桌面，3指上滑停住打开多任务等等，这些它也都支持。现在你出差的时候只需要带一个3折叠，再加上一个折叠键盘，你就同时有了手机、折叠屏、平板以及 PC。这么小的一台设备有如此多的功能，这是一台真正的可以揣在口袋里面的4合1的设备。鸿蒙5的大屏应用生态呢，现在也越来越完善了，越来越多的应用开始支持了可变应用布局。同一个版本的应用在不同屏幕大小下面会自动适用不同屏幕的布局。比如说飞书在折叠起来的时候，它就会显示一列这种窗口。如果你展开2张屏幕，会出现这种分栏显示，左边是对话框，而右边是对话详情。如果3折全部展开的话，它就会被
为底部这个菜单栏直接变到侧边栏这里面，整体变成3列显示。再比如说下厨房也是这样的，在3种形态之间，页面都能够最大化的利用大屏来显示信息。点进去任意一个菜谱，你会发现啊，信息被分成了3列，封面、用料和步骤非常清晰。高德地图也是3种形态来回切换，内容都可以自己适应。而且3折叠这个大屏上面看导航还是车道级的导航，相当清晰。如果你在优酷里面看视频，它的主页啊对单屏形态、双屏形态跟3屏形态优化都非常好。在看视频的页面，右边是推荐视频内容，下面是展示视频的信息及评论区。而如果是爱奇艺的话，在全屏看视频的时候，点击返回，视频详情和评论区就会直接显示在屏幕右边，追剧吃瓜两不误。同时这次鸿蒙 5.1 呢还推出了小艺知识库的功能，这个功能很有意思。比如说你碰到了一个你喜欢的文章，你可以直接分享，然后点击小艺知识库，它就会自动的用 AI 来帮你整理这篇文章，生成摘要，并且打上一系列标签，方便你后续搜索。你可以基于当前这个文章进行提问，你还可以把它直接生成一个播客。生成完对话之后呢，里边会有2个人啊对话聊天，给你讲这篇文章到底是怎么回事，记录着几百万年甚至更久以前的气候变化。这个比喻很到位，在黄土高原。而且呢，他俩在说话的时候呢，你还可以随时的打断，提出新的问题。比如说，这个蜗牛研究的意义是什么？这时候这2个虚拟主播呢，就会基于文章的内容来回答你。好的，有位听众朋友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让我们一起看一下。不得不说啊，还挺像那么回事了。这功能就非常适合啊，你看到一篇文章很长，你很感兴趣，但是你没有时间看，你就可以把它生成播客。这时候呢，在开车的时候、路上或者在飞机上面，你就可以来听这个播客了。所以现在你可以利用这个功能啊，把你看过的好文都分享给小艺，让他来搭建一个啊属于你自己的知识库。小艺还会帮你智能分类，查找起来也相当方便。最后是影像，这次3折叠摄像头呢，主要有2点变化。第一点是所有的摄像头都变成了 RYB 传感器，同时超广角传感器升级了4000万像素。第二点是新增了一颗顶部的红枫原色摄像头，这个摄像头呢对拍照体验提升非常大，能够让成片的色彩更加准确。我们直接来看样张，升级后的4000万像素传感器呢，在细节解析力上面提升是非常直观的，像是这种建筑的边缘、树叶的这种边缘，放大看呢也相当干净。而在人物样张里面，红枫原色的优势特别明显，肤色呢不会偏黄或者偏粉，脸部过渡相当自然。即使是在复杂光源下面啊，比如说室内暖光灯光下面，人物肤色呢依然可以保持比较真实的质感，不会变成那种过度修图的那种感觉。这对于喜欢拍人像的用户来说呢，提升非常大。另外呢，这次的华为 Mate X4S 呢，也加入了个性色卡的功能，你可以用胶片、电影、动漫等等风格拍出非常漂亮、很有质感，而且非常有风格的照片。另外呢，在 P280上面首发的超清全景功能，也在 Mate X4S 上面上线了。你可以通过3张照片来合成一张相当清晰的全景照片，它还会自动的帮你做畸变跟水平校正，这是以往的这种全景照片啊没有办法做到的效果。所以整体来看啊，这次3折叠的影像升级呢，并不是单纯的拉参数，而是把画面好不好看、真实不真实这种长期体验拉高了一个档次。所以如果让我来总结华为 Mate X4S 这个全新3折叠的话，我会说这是把华为自研操作系统所有优势集大成的一款产品。过去的应用开发是加法关系，手机、平板、电脑都需要单独写一套版本，适配成本高，生态碎片化。但是鸿蒙5把应用开发变成了乘法，虽然说搭建一套全新的生态非常艰难，所有应用的每一行代码都需要重新去写，但这里的所有应用都是一次开发多端部署，手机的应用可以直接运行在平板跟电脑上面，而电脑的应用呢又可以挪到3折叠上面直接使用。之前的软件生态呢是1+1+1，开发一个应用就是一个应用，而现在的软件开发呢变成了1变多，开发一个应用是多个应用。鸿蒙生态里面所有设备都可以享受这个开发成果。也正是因为如此，我相信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华为3折叠的体验都将是独一无二的。如果你对华为的3折叠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线下门店亲自体验一下，最近入手还有超多福利等着你。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记得给我们一键3连，最好再点一个关注。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